1988年，韩国警方意外发现一具女尸，女孩的四肢被死死捆绑，脖梗被丝袜紧紧缠绕，模样惨不忍睹。根据法医尸检鉴定结果，女孩生前不仅惨遭侵犯，凶手更是变态残忍，竟强行在她下体塞满了糖果，其残忍程度远超之前所有受害者。姜泰柱看着敏智的惨状，再也抑制不住心底的情绪，双手紧紧握紧拳头，怒火与悲痛在眼底疯狂翻涌。他心底暗暗下定决心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抓到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恶魔，命敏智为所有惨遭毒手的受害者讨回公道。此时的姜泰柱早已递交了离职报告，于是他找到车检察官，恳求让自己恢复警察身份。他愿意放下过往的矛盾，全力配合车检察官，和他一起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。截至目前，小镇已经接连发生了6起连环命案，受害者均为年轻女性，现场还都会出现诡异的稻草人。凶手不仅手段残忍，反侦查能力更是极强，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。警方目前所掌握的线索却少得可怜，唯一能确定的只有凶手的血型，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突破性进展，案件彻底陷入了僵局。警方也承受着来自民众和上级的双重巨大压力。他们在案发现场不远处发现了敏智的话筒，里面画着稻草人的素描，和之前每起命案现场出现的稻草人一模一样。맞아. 이거 민지 거야. 수업이네요. 이거 꼭 범인 보고 그린 것 같지 않아요? 姜泰柱脑海里猛然闪过之前和敏智见面的画面，敏智生前告诉他，自己的话筒不小心遗落在了镇上的书店里，因为学业繁忙，一直没来得及去拿。他当时还反复叮嘱敏智书店位置偏僻，千万不要一个人晚上去取。想到这里，姜泰柱立刻来到了书店，想要从老板口中得知敏智当时的行踪。在拿出敏智的照片时，书店老板一眼就认了出来。 왔었어, 엊그저께. 이거 맞아? 네, 감사합니다. 늦었는데 혼자 갈 수 있겠어? 괜찮아요. 버스 타면 금방인데요. 안녕히 계세요. 이거 일찍 좀 다니지. 세상이 엄청 흉흉한데. 흉한다. 안 되겠다. 형, 나 우산 갖다 주고 먼저 퇴근한다. 그래. 그러고 나가서 집에는 언제 들어갔어? 기범이 안 왔는데? 어? 걔 잘 그래. 친구들이랑 놀다가 친구 집에서 잠도 자고 그러는 거지. 与此同时，记者徐志远猛然发现，凶手身上的手帕图案和姜泰柱妹妹的手帕一模一样，他不敢相信，却又无法忽视这个线索。于是他急匆匆赶到警局，把自己的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姜泰柱，还拿出照片和姜善英的手帕给他仔细比对。 이게 우리 수녀의 거라고? 수 놓아진 거 보이지? 응. 이거 수녀이가 직접 만든 거야. 이거랑 똑같은 거 가지고 있을 사람은 기범일 뿐이야. 너도 나와 같은 생각하고 있는 거지? 그럴 리가 없어. 另一边，姜善英正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丝毫没有察觉，在自己身后不远处有一个男人正悄无声息地跟着他。姜善英隐约感觉到身后有异样，一股莫名的寒意从心底泛起，他下意识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，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自己，让他浑身不自在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间瞥见身旁的稻草人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诡异。姜善英瞬间被吓得浑身发抖，他下意识地扔掉了手里的包，拼尽全力往前狂奔。 而车检察官正好开车从这条路上经过，他无意间发现了地上的包。当他看到里面装着的衣物时，瞬间认出那是姜善英的东西。起初他觉得应该是姜善英不小心把包掉在路上了，并没有多想，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姜善英可能已经遭遇了危险，更没有联想到连环杀人案的凶手。可刚开出去没几步，他又瞥见路边还掉着一只鞋子，这一刻他才猛然惊醒。结合近期的连环杀人案，他大概率是遇到了那个变态凶手。车检察官立刻返回车里去拿手电筒，准备前往芦苇丛里寻找姜善英的踪迹，而此时凶手已经打晕了姜善英，正拖着他一步步往芦苇深处走去。凶手突然看到远处传来手电的亮光，他瞬间警觉起来。车检察官找到了晕倒在芦苇丛里的姜善英，本想带他离开这个地方，可就在这时，
姜太柱和徐志远在从警局回去的路上，无意间看到车检察官的车停在路边，刚走下车就看到路边的草丛里吊着一只鞋子。徐志远也发现了江善英的包，里面装着的正是他妹妹的衣服。 옷이 이게 뭐야 이게? 에? 밤길 혼자 다니지 말고. 姜太柱瞬间意识到妹妹遭遇了危险，他来不及多想，立刻朝着旁边的芦苇丛跑去。没多久就看到车检察官正抱着自己的妹妹，姜太柱连忙冲过去查看妹妹的情况，确认妹妹只是晕倒，没有生命危险后，才稍稍松了口气。随后他转头看向车检察官，才发现他被凶手刺伤了腹部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。很多人都好奇，为什么车检察官一直都在对他百般针对，处处刁难。其实，在两人上学的时候，车检察官偶然撞见自己的父亲和姜太柱的母亲偷偷在一起，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。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，心中的愤怒和委屈无处发泄，便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姜太柱身上。 네가 우리 아버지 아들인 줄 알았어. 근데 난 형제는 질색이거든. 친구는 모를까? 야, 자식아 왜? 야, 정신 차려 임마! 车检察官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腹部的伤口很深，情况十分危急，能否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。与此同时，凶手也身受重伤，他跌跌撞撞地从芦苇丛跑出来，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，他来到了郊外的一户人家中。 也在同一时间，李基范被警方抓住。之前那个男老师一直对江善英图谋不轨，得知自己喜欢的人被欺负，李基范瞬间被怒火冲昏了头脑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，任凭男老师挣扎求饶也不肯松手，直到被他掐晕过去，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慌乱，害怕警方以杀人未遂的罪名逮捕他。一时之间，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选择逃跑。所以警方这才将他抓住。那李基范如果不是连环命案的凶手，那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？这是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华城连环杀人案，还原了当年令人发指的惨案真相。稻草人每周2、周3更新，只要更新，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解说。我是专注最新影视的阿南，我们下期见。